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杨根爸爸。在上一期视频里面呢，我修了来自这个韩国朋友的2台主机。那第一台呢修好了，第2台呢无触摸的问题啊，修的当中发生了很多事情啊。那最后呢还是没有修好，但是也没被我弄坏了。那现在关于那台没有触摸的主机呢，我已经从国内准备的进了主板过来了，大概我估计2周以内可以到这边吧。OK 了，话不多说，那今天我们来看这台被摔得很严重的主板。据说呢是主板从楼上掉下去，然后呢他说是电阻掉落，其实这不是电阻啊，这是电感，零件都摔掉了啊，2个电感摔掉，这边应该有个大电容吧。音频座子也掉了，音频座子呢他已经给我买了，然后呢刚才他给我来信说呢，这上面的配件呢可以从他其实是第2次给我发东西啊，之前有一块板，这块板呢 CPU USB 坏掉了，他不打算修了，他的意思让我从这边搬啊，3颗电感丢了，对不对？然后还有3个电容也没有了。还有一个音频的座子，但是啊，我总感觉这块 CPU 啊，就这块主板生还的可能性太低了，整个 CPU 这个位置都下陷了，然后看这个螺丝柱的位置啊，这个螺丝柱支撑在那里啊，所以呢，这个螺丝柱是往前面顶着的，然后这个地方都整个下陷，这3个螺丝柱都是这样。这台机器啊，是我见过的史上啊受压力最大的，远超上次我修过的那台被棒球砸凹的那台机器啊，棒球砸凹的机器呢，只是这一块在 CPU 跟内存之间啊，看它这个都是波浪形的这个位置。OK， 那首先啊，我们要判断一下它这个 CPU 现在还有没有幸存啊？各路主供电有没有短路啊？如果短路的话呢，就结束了，没问题啊，各路主供电都没有问题，没短路。OK， 那我们还是挺有机会的了，所以说我们先把这个元件补一下吧，万一啊它这块主板异常的坚挺，对不对 ？OK 啊，我们接下来先处理它这些元件，给它补一下，先把这里保护一下吧。哎呦，OK， 我们先来处理一下焊盘。它这个焊盘下面怎么颜色怪怪的？哦，可能是零件的那个引脚啊留在上面，得把它清理干净。引脚粘的还挺顽固啊。这有点麻烦嘛。这几个电感的大引脚真的是拖不动。好，赶紧甩掉你。好，这边还有一个电容，用锡喂饱它。OK， 下来了没有？我总觉得哪里拖泥带水的。可以了，这边这个。OK， 哎呀，好，然后呢，这个韩国朋友意思呢，他上次有一块1号板，因为这块板呢 CPU 报废了，让我从这里移元件，但是呢，我这边有一块料板表示不服，他的意思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，所以呢，我就来搬我这块料板了。OK， 这边元件已经补好了，然后测一下阻值，现在也是正常的。
好了，那我们先上电看一下了。大家觉得结果会怎么样？我觉得这个结果是不乐观的。闪存放回去，然后我们加电啊，然后我们开机看一下。开机直接哦，定住不动啊，意料之中啊。像这样损伤这么严重的主板，供电 CPU 2路供电肯定没出来了，根本就什么都没动。主供电肯定是出来了，我觉得。好了，其实没什么好说的了，这个主板就是报废了，摔得这么严重，它唯一的机会就是搬板了，所以接下来就是把这个 CPU 拆下来，然后呢搬到它之前这一块 CPU 的 USB 损坏的这块主板上面去。所以呢，我刚才不搬它的元件的目的就是为了这个。我知道基本上90%以上这块板子修不好了，要搬到这块板上，所以呢这些元件我就没动。OK， 那让我们开始吧。哇，大家看，哎呀，现在我有点担心啊，有可能搬板都不顺利，因为它这块 CPU， 我怎么感觉比我上次那个被棒球砸的还惨啊？它这块板变形程度比它更严重。我的天呐，这样的话就是这边跟这边掉点了，这鼓起来了，这都，好了，我们先把它拆下来吧，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我感觉还是比较悬，它这块 CPU， 我现在从这个光线上看起来啊，它也是凹的。OK， 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好像没有破损哦。行，那我们就给它个机会啊，搬来试试看吧。OK，CPU 拿下来了啊，那它死透的原因我们也找到了。你看一下这个焊盘的下面，在这个左下角啊，我没想到啊，这边右边这边内存这边倒是掉的比较少，这边有几个吧，左下角掉了好多点啊，所以它死透了。这东西跟哪里通信的呢？这好像跟 WiFi 通信比较多嘛。OK， 然后呢，它 CPU 本身变形啊最严重，看点它现在都留在上面，然后从这个光线的反光上面能看到，说，大家有没有发现？能看到当中这个方块，然后4个角啊都是往上翘的。有没有发现那个方块那个角落顶的特别厉害？说明它那个晶圆啊那个是平的。然后呢，这个整个 CPU 这个基板都往上翘了，4脚朝天的样子啊，这种感觉。所以很悬啊，这个没有信心，说句心里话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都已经拆下来了，那我们往之前那块能搬板的1号板上搬一下试试。OK， 那让我们开始处理 CPU 吧。OK 啊，搬板的板我已经准备好了啊 ，CPU 已经拆掉了，就是这个没有 USB 接口的板。然后呢 ，CPU 我准备好了，就是这个，直球已经网织完毕了。OK， 然后呢，准备搬板。
然后 CPU 放上去，方向不要搞错。OK，CPU 焊好了，还有焊油哦。那结果会怎么样呢？那我们插电，转过身，然后呢，开机。我靠，最近跟蓝色很有缘啊！怎么又是蓝屏呢？当然，蓝屏呢比刚才一点反应都没有呢，是好一些了。就说明 CPU 它本身应该还是活着的，所以它会蓝屏。本身是活着的，蓝屏可能就是跟内存相关的线路有问题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这个 CPU 翘的，看到没有？两边翘起来。我这边看到是右边这个吸珠被拉得很长了，但是明显它是接触到了。我感觉右边翘的厉害，左边翘的还稍微好一点。我觉得肯定是这里面有线路有问题，导致它蓝屏的。这款板子呢，之前是验证过是好的，能启动系统的好板子。OK， 怎么办呢 ？CPU 的变形导致的接触不良，那我再给它补焊一下了。我现在有个想法，就是说把它加热了以后呢，在这个角落上用力点一下试试，能不能让它这个接触变好一点。但是呢，要控制好力度，否则的话当中压得太低了会连吸。OK， 那我再去试试看了。OK， 刚才呢我反复点了一下，它还是蓝屏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我就把 CPU 拿下来了，看看它这个点的窒息状况。先看一下主板吧。这个角我点过了啊，它现在每个角都上了漆，还不错。其实要观察的时候啊，这个角其实翘的比较高，没想到这边很明显两个点，一个和这个两个点啊，这两个点应该是导致它蓝屏的原因了。然后呢，发现啊左下角大面积的没有上到漆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个点，至少有这12个点。就算我当初这个蓝屏过去了，系统进去了，那因为这几个点啊，跟 WiFi 通信有几根线在这边了，会卡掉个 logo 吧，至少我觉得，所以呢没有办法了。那造成这个问题的原因呢，就是因为这块 CPU 的变形太严重了。我们看一下 CPU 的反面吧，看到没有？这个角对应的这个角，这几个球都没有吃到，还是原先那个样子。还有就是这边下面两个球，这数过来第二个、第三个，就是完全没有吃到了。怎么办呢？现在很纠结啊，它这个 CPU 我得想办法给它整一下形，还是怎么样的啊？这4个角怎么样才能把它压上去，我才有机会把它焊好。让我考虑一下吧。OK 啊，为了看它平不平，我再把它上面的吸点拖平了。明显这个条边是凹过去了。我看看我能用手给它掰过来点没有？给它整一下形。真怕把它弄断了。但是你不整它也不行。怎么样啊？怎么有一个绝对的平面？这里啊，应该很明显能感觉到这个，翘起来了。这两个角还可以，这两个角为什么？这两个角就厉害了。这个和这个角 OK， 就是这个对角。人工。
希望它别啪的一下断掉了，那我就歇菜了。感觉这样弯好像有点效果，它的确是变形变过来了，好像。我觉得有希望，感觉平多了，不翘了。OK， 那经过整线以后这个状态啊，我再给他掷个球，再给他焊一次吧，再给他一次机会，开干。好了 ，CPU 整新完毕，然后呢，直球我全都重新织好了，这个样子。你看四个边是一个这个弧形比较厉害一点啊，就是一个微弧形、微拱形的状态，这样应该是比较理想的。焊完以后就变成直的了。我已经尽力了。好了，我们给它刷上焊油，最后一次啊！如果这次失败的话，那我就打算放弃了。OK， 这样差不多了。对。然后我们去焊接。OK， 我又再一次把这个 CPU 焊回去了。那这次我们看一下，它这个弧形的线条比上次好多了吧？跟这个上面这个框对比下，基本上直了。看下面的点啊，我感觉好像左边这边压的比较低一点，我有点担心啊，担心有没有短路。然后右边跟当中这里，我感觉挺完美的。然后这个角落我实在是看不清啊，感觉应该还可以吧。OK， 那胜败在此一举了，这是他最后一次机会。如果不行的话，那我也就没有办法了。那我把它装到机身里去吧。老规矩啊，我们只接最低限度的东西，电源、显示屏，还有呢 eMMC， 是这个 eMMC， 插上 eMMC 以后呢，插上电源，然后我们把它转过身，开机。我靠，真的亮了！进系统。第一个 logo 以后灭了，我看它亮了，我靠，成功了！刚才怎么回事啊？我太激动了，因为我触摸屏没装啊，然后没有办法了，让它休眠，我直接拔电吧。然后我们把它那些东西啊，那些周边装上去，确认一下它的动作，特别是 WiFi 那一块的，因为这边几个角落的那个点啊，我们都要确认过。
WiFi 跟蓝牙，还有手柄，然后呢，触摸游戏都可不可以用？如果这些都 OK 的话，我再把它的尾插补回去。那同时呢，在补之前呢，我还测量一下它的什么呢？它的 USB 的组织了，因为 USB 很容易坏嘛。插一个还是Splatoon 吧，7弹 ，yes， 然后 OK， 手柄待会我也测啊，所以我把这个短的器开机 ，OK， Nintendo。对啊，很奇怪，它第二个 logo 怎么出现的非常的晚啊？这个我有点担心。刚才好像对，没有触摸，你开玩笑吗？游戏能读，没有触摸，无线也是好的，蓝牙也是好的，没有触摸是怎么回事？先关机测一下它的组织吧。OK， 刚才呢我又给它加热了以后，给它推了一下，就是说防止它下面有点虚汗。但是呢，结果呢还是没有触摸，所以呢我基本上能确定就是这块 CPU 上面有什么问题了。那或者也有可能是它的 CPU 的变形导致当中有这种焊接的信号断线了。那现在这台机器比较尴尬了，它那个尾插我现在还没给它补回去哦。数据保住了，但是有什么用呢？游戏也是可以玩的，我也测试过。OK， 这次证明了就是说变形很严重的 CPU 啊，你通过各种方法给它整形再焊上去，也是有机会把它救活的。这样的话至少数据可以救回来吧，就算不能彻底修复。OK 了，那么我们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再见吧，拜拜。